战争会对比特币和美股造成什么影响？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先看到比特币的盘面，我们可以观察，我们在过往只要发生战争的时候，比特币它的走势，它通常是怎么走的？我们可以稍微复盘一下比较近期的几次战争，比如说我们在2023年的10月7号，当时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冲突呢又加剧了。我们可以回看一下当时的盘面23年的10月7号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话大概在这个位置，你可以发现当时呢其实就是我们一段上涨的起点对吧？虽然说没错我们在冲突加剧过后呢，我们是有短暂的下跌它短暂的下跌了几天那这个下跌的幅度呢其实也不多大概就是 5%那下跌完之后呢，你可以发现我们战争并没有影响我们原本的趋势战争它并没有改变原本的趋势，原本的趋势它要发动的时候它后面是完全不受战争的影响的。那我们还可以再复盘呢，当时乌克兰产生冲突的时候，当时是在2022年的2月23号，其实当时我是印象还蛮深刻的，大概在这个位置，2月23号在这里，你可以发现呢，我们当时战争发生过后呢，它确实往下插了一根很长的针，很长这根针的话呢，如果我们从最高到最低的话，大概是12%因为我们都知道嘛，像乌克兰跟俄罗斯所发生的冲突呢，在过去是并没有加剧的那么严重的。可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冲突其实已经非常久了，至少有70-80年。那你更不用说以色列跟周边国家，那至少也是持续了好几十年了。你可以发现，我们虽然说在短期的盘面上它都是下跌的，因为我们之前有谈到过嘛，其实比特币跟黄金呢，它们确实都是抗通膨的资产，但是黄金是抗风险，而比特币它是风险资产。当面临风险的时候呢，比特币会是最先被抛售的，它流动性最好，那它抵御风险的能力呢，相对于其他的资产呢，也会是最小的。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在短期往下跌之后呢，我们在后面它就是在原本的区间内，然后去做这种无序的波动，那就表示它还是在原本的趋势当中呢。所以我认为战争对于比特币的影响呢，它确实在那个当下消息的那个当下，它确实会有对盘面非常非常深远的影响。可是如果我们要讲求趋势的话呢，其实战争它发生的消息呢，基本上就在消息发布盘面反应过后呢，它就会立即的消散，然后我们就会维持原本的趋势。那我们就不妨来看一下我们当前趋势的状态好了。你可以看到，我们当前呢，其实依然是在震荡走势当中。我并不认为我们现在呢是多头比较强势，或者说空头比较强势，其实并没有，就是很中性这样子除非我们看到了更多的信号，因为我们在这个震荡区间已经震荡太久了。如果说我们没有看到很明确的信号的话，那我个人还是会比较倾向于我们依然会在原本的区间内做震荡，除非我们真的见到了很明显、很明确的信号。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目前的盘面并不支持我们这个盘面呢，它走的有多强势或者说我们很难可以确认我们现在就在一波上涨的初期对吧？那当然，我们之前有谈到过我们在短期内呢短线上呢，我们6万2、6万3左右，它是很重要的阻力这个位置它确实会是一个判断的基准尤其你可以看到我们前面几次的反弹呢，都是打在大概6万2、6万3左右的位置。那如果我们要确认这一段的回调完全结束的话，完全没有任何的威胁我们要突破它中继反弹的高点，大概在6万4左右。这里如果被突破的话，那我们这波回调呢，基本上就是完全没有影响了。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境$100，就送你$500的仓位，这真的非常非常优惠。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 WSOT 科比托战队。我们在过往的3年，我们都是名列前茅，数一数二。你加入我们战队，在华语区，你才最有机会获得名次、瓜分奖金。那我们再看一下美股吧。我们复盘过了战争对于比特币的影响，我们来复盘一下战争对于美股的影响。那我们可以先说结论，其实战争呢，对于美股的影响呢是极其的微小的，它只有在消息的当下会有一点点的影响。那我们从长期的趋势来看呢，基本上也是不受影响的。那其实对美股影响最大的就是金融危机的风险。如果我们出现金融危机的话，那美股是
一定会有很激烈的反应的。我们可以先把级别呢切到月线月线我们比较少看因为这种级别就很大了，一根 K 线就是走了1个月。越南战争发生在1964年的8月2号，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当时它确实是有短暂的下跌，你可以发现我们8月呢，它收的确实是一根阴线但是我们从整体来看呢，它是完全不影响美股的多头走势的，甚至比一些小的回调还要来得小非常非常多。尤其我们在战争发生，然后消息的当下呢的回调其实我们从长期来看呢，它是不错的买入点。然后再来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当时是1月17号1991年，这个也是大家应该还蛮有印象的当时在这个位置当时它确实是在短期内呢是有些下跌的，确实是有那我们要把图表呢把它缩得很小，再把它拉大，我们才看得到那当时如果发生战争的当下，我们做买入的话也是非常不错的时机点因为从长期来看呢，它是几乎不影响美股大盘的走势的。那我们再往后看，还有2001年10月7号的阿富汗战争，我相信这个大家应该有印象当时在2001年的911当时发生了恐怖攻击事件所以美国就在10月就发动了阿富汗战争。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当时呢10月它确实是在有短暂的回调，这没问题那我们前面的这个下跌呢它是由于网络泡沫所产生的风险，而不是由于战争其实战争对于美股来说呢，这个风险真的是很小很小，它就是那个当下它确实会有回调的，不过回调完之后呢，它完全不影响我们整体的趋势。那我们还可以再看伊拉克战争，伊拉克战争在2003年的3月20号大概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它确实是有很短期的回调，不过一样不影响盘面克里米亚战争是在2014年的2月20号，它一样是短期有下跌，不过我们从拉大周期长期来看呢，它基本上对盘面是造成不了什么影响的。所以我们可以总结，战争呢其实对于美股的影响非常非常小。那更不用说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战争呢，已经持续了那么久了，那当然对于美股的影响呢，就会是非常非常非常小，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上述呢，我们可以总结美股和比特币战争它确实在短期内都会有影响，都会产生下跌不过如果我们把周期拉大一点来看的话，基本上对于趋势来说呢，就完全不产生影响尤其是已经出现这么久的冲突已经有几十年了。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